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关于聋哑姑娘嫁到台湾的故事。我从事婚恋服务多年，见证过无数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看过许多婚姻中的酸甜苦辣。这个故事特别让我印象深刻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做小兰，是江西农村的姑娘，生下来就是个聋哑人。小兰的童年并不美好，家里一共有3个孩子，她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对双胞胎弟弟。在农村，孩子多本是福气，但对于本就贫困的家庭来说，养活3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小兰的爹娘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，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，挣不了几个钱。小兰从小就懂事，虽然听不见也说不了话，但她很聪明，7、8岁的时候就能帮着照顾弟弟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。这孩子真是个苦命的，又聋又哑的，以后可咋办啊？村里的婶子们总是这样叹气。12岁那年，一场大雨冲垮了他们家的土坯房，一家5口只能挤在村委会安排的临时住所里。为了重建家园，爹娘不得不外出打工。小兰被迫辍学，在家照顾2个年幼的弟弟，变成了小小的家长。娘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照顾好弟弟的。小兰用手语比划着，眼里含着泪水。就这样，小兰一边照顾弟弟，一边帮着照料家里的几亩薄田。村里人都夸她能干，但也都替她的未来担忧。一个聋哑女孩，将来能嫁到什么好人家呢？光阴似箭，转眼小兰已经到了23岁，早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她学会了看唇语，也能用简单的手语和人交流，甚至自学了一些裁缝技术，在村里开了个小小的缝补铺子。虽然挣不了多少钱，但也能补贴家用。然而，婚姻这道坎却始终是横在她面前的一道难关。村里的小伙子宁愿娶外村的姑娘，也不愿意娶一个聋哑人。几次相亲都因为她的残疾而告吹。小兰啊，你这辈子就认命吧，咱们家条件这么差，又有你这个情况，别指望能嫁个好人家了。母亲叹了口气，眼中满是心疼和无奈。小兰心里苦涩，但她不想认命。她知道自己虽然有缺陷，但她勤劳、善良、能干，她相信自己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就在这时，村里来了个婚介所的红娘，专门为台湾的单身男子介绍大陆新娘。红娘看中了小兰的勤劳能干，向她推荐了台湾的阿明。台湾可是个好地方啊，那边生活水平高着呢，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，住的都是楼房，哪像咱们这儿还有人住土坯房。红娘眉飞色舞地说着，阿明家里有钱，开着工厂呢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不嫌弃你聋哑，还特意找了个老实本分的姑娘。小兰心动了，在她看来，这或许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她想象着台湾的繁华，想象着丈夫的体贴，想象着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在红娘的撮合下，双方很快见了面，简单的认识后就确定了关系。小兰，你可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！母亲拉着她的手叮嘱，到了台湾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千万别让人小瞧了咱大陆姑娘。在简单的婚礼后，小兰坐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，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然而，当她真正踏上台湾这片土地时，现实却和她想象中的差距太大了。阿明家并不如红娘所说的那么富裕，他们家的确有个小工厂，但规模很小，只是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厂而已。家里也不是什么洋楼大厦，而是一栋老旧的3层楼房，一家人挤在一起生活。阿明的父亲，他的公公是个60多岁的老人，看上去慈眉善目，婆婆则是个面色严肃的妇人，从见面起就一直皱着眉头打量着他。还有小叔子和小姑子，对他的态度冷淡，甚至带着几分轻视。这就是大陆来的媳妇啊，又聋又哑的，真不知道阿明是怎么想的。小姑子小声嘀咕，以为小兰听不见，却不知道小兰已经学会了看唇语。听说大陆那边特别穷，他们嫁过来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小叔子也跟着说，这些话语如同针扎一般刺痛着小兰的心。她想告诉他们，她嫁过来不只是为了钱，也是为了寻找真爱和幸福，但她无法开口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婚后的生活比小兰想象的还要艰难。阿明整天忙着工厂的事，很少有时间陪她。婆婆对她要求严格，家务活都落在她身上，
从早到晚忙个不停。最让他难过的是，家里人似乎并不把他当成家庭的一员，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外人，甚至是一个廉价的佣人。阿明啊，这个大陆媳妇虽然不会说话，但还挺会干活的，这点倒是不错。婆婆对儿子说。听到这话，小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多么希望能得到家人的认可和尊重啊！结婚第3天，小叔子结婚多年的妻子专程过来看望新嫁娘，本以为是善意的拜访，谁知这位嫂子一进门就开始数落起大陆媳妇的不是。现在这些大陆新娘都是冲着台湾的钱来的，听说有的嫁过来没多久就卷钱跑路了，你们可得当心啊！就是啊。妈，您可得看紧点家里的钱财，别让这个哑巴给骗了。小姑子在一旁帮腔，这些话说的小兰心如刀割。她在家里任劳任怨，却得不到一丝认可，委屈和思乡之情一起涌上心头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跑回房间放声痛哭。虽然发不出声音，但泪水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当晚，她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回大陆。第二天一早，趁着阿明上班，公婆出门买菜的空档，小兰开始收拾行李。她把嫁妆和这几天积攒的一点钱都装进了行李箱，准备悄悄离开。你在干什么？正当小兰收拾东西时，她感觉到身后有人，转身一看，是公公站在门口，疑惑地看着她。小兰慌了，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她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子，颤抖着写下：我想回家。公公没有生气，也没有阻止他，只是缓缓走到他面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拿过他的小本子，写下一行字：为什么想走？小兰的泪水又涌了出来，她写道：我不被接受，我感到孤独。公公看了看他的字，又看了看他通红的眼睛，叹了口气，示意他坐下来。然后，出乎小兰意料的是，公公竟然开始用手语和他交流。原来，公公年轻时曾在一家特殊学校当过老师，教过很多聋哑孩子，所以会一些基础的手语。这是小兰来到台湾后，第一次有人用她熟悉的方式与她交流，顿时感到一丝暖意。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从大陆到台湾，语言不通，文化不同，还要面对家人的偏见。公公用手语比划着，但请你给我们一些时间，给阿明一些时间，他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小兰看着公公慈祥的眼神，心里的坚冰开始融化。公公继续用手语说，我们台湾和大陆虽然隔着一道海峡，但我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有着相同的文化根源。我希望你能留下来，成为我们家真正的一员。就在这时，阿明突然回来了，看到满屋子的狼藉和行李箱，他愣住了。公公向儿子解释了情况，阿明这才知道妻子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小兰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阿明紧紧握住小兰的手，眼中满是歉意和爱意。小兰原本坚定的离开念头开始动摇了，看着公公和丈夫关切的眼神，她决定再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。公公转身对着刚回来的婆婆和小姑子说，从今天起，小兰就是我们阿明家的媳妇，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谁要是再说她的不是，就是不把我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。婆婆和小姑子被公公少有的严厉吓到了，不敢再多说什么。公公的这个举动成了小兰留下来的转折点。从那天起，家里的氛围开始慢慢改变。公公经常用手语和小兰交流，教她台湾的风土人情。阿明也开始学习手语，每天下班后陪她散步聊天。就连婆婆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特殊的媳妇。1个月后，小兰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这个消息让全家人都兴奋不已，特别是公公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。我就知道小兰是个有福气的好姑娘。公公高兴地说，这个孩子一定会给我们家带来更多的幸福。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小兰在家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。婆婆开始心疼这个怀孕的媳妇儿，不让她干重活。小姑子偶尔也会带些补品给她，就连一向冷淡的小叔子也开始对她和颜悦色。慢慢的，小兰发现台湾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富裕，但民风淳朴，人情味浓厚，很多方面和她的家乡很像。而台湾人对大陆的偏见，很多时候也只是源于不了解和误解。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没那么富有，大家也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
公公告诉她，但我们重视家庭，重视亲情，这一点和大陆是一样的。小兰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小兰的父母从大陆专程来台探望女儿，看到女儿过得不错，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女儿，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母亲关切地问。小兰笑着点点头，然后用手语向父母介绍她的新家人。看到女儿脸上的幸福笑容，父母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公公特意学了几句江西话来招待亲家，虽然发音不准，但诚意十足，把亲家感动得不行。两家人虽然来自海峡两岸，但相处得十分融洽。看来我们女儿真的找到了好归宿。临走时，小兰的父亲感慨道。小兰抚摸着隆起的肚子，看着送别父母的公公和丈夫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幸福。她知道这里已经成为她的新家，而她也终于被这个家真正接纳了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小兰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半年多，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家里人对她的态度也越来越好，特别是公公，几乎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和小兰用手语聊天，教她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，让她不再感到那么孤独。小兰啊，你知道吗？台湾和大陆虽然分隔多年，但我们的文化根源是一样的。公公常常这样告诉她，就比如我们过年的习俗，贴春联、放鞭炮、吃团圆饭，都是一脉相承的。小兰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她通过公公的讲述，慢慢了解到台湾并不只是她想象中的那样。台湾确实比她的家乡发达一些，但并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很富有。这里的人们也有为生计而奔波的辛苦，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婆婆对小兰的态度也有了很大改变。起初，婆婆对这个从大陆嫁过来的哑巴媳妇充满了偏见和不信任，但看到小兰勤劳能干，又怀了阿明的孩子，婆婆的心渐渐软了下来。阿明啊，你这媳妇虽然说不了话，但心地善良，做事也麻利，是个好女孩。婆婆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表扬小兰，让她既惊讶又感动，就连小姑子和小叔子也不再用那种轻视的眼光看她了。小姑子开始主动邀请小兰一起逛街购物，教她认识台湾的时尚品牌和购物场所。小叔子则会在周末带着全家一起出去郊游，让小兰感受台湾不同的风景。嫂子，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买下来吧，我请客。小姑子在商场里挑了一件漂亮的孕妇装给小兰，态度亲切的让小兰差点流下眼泪。阿明更是对妻子体贴入微，他开始学习手语，每天下班后都会和小兰练习交流。虽然他的手语还很生疏，经常比划的四不像，但这份努力让小兰感到无比温暖。等孩子出生后，我们就给他报名特殊学校的手语课程，让他从小就能和妈妈无障碍交流。阿明一边比划着手语，一边笑着对小兰说。小兰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她找来笔和纸，写下了自己的心声。谢谢你们接纳我，我很幸福。就在小兰怀孕8个月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惊喜降临了。公公的一个老朋友是台湾一家知名医院的儿科专家。当他得知公公有个聋哑的大陆媳妇后，主动提出要给小兰做个全面检查。老杨啊，你这媳妇的情况可能不是先天性的，说不定还有治愈的可能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不妨带她来检查一下。老朋友在电话里对公公说，公公欣喜若狂，立刻和阿明商量，决定带小兰去医院检查。真的有可能康复吗？阿明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。医院里，专家给小兰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，结果显示，小兰的聋哑并非先天性的，而是幼年时期因为高烧不退，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导致的听力损伤和语言障碍。她的情况属于后天性的听力损伤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，现在可以通过手术和后期的语言训练来改善。专家认真地向阿明一家解释，不过需要提醒你们的是，手术有一定风险，而且效果因人而异，不能保证100%恢复正常。这个消息对小兰来说既是希望，也是忐忑。一方面，她渴望能听到声音，能开口说话，能和丈夫正常交流；另一方面，手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又让她犹豫不决。小兰，这是你自己的身体，由你自己做决定，不管你选择什么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公公用手语告诉她。小兰看着关切的公公，
看着焦急等待的丈夫和婆婆，心中做出了决定，她想要尝试改变命运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，医生建议等小兰生完孩子，身体恢复后再进行手术。这段等待的日子里，小兰既期待又紧张。她开始研究关于听力恢复和语言训练的资料，做足了心理和知识准备。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小兰的孩子咕咕坠地，是个健康的男孩。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，公公更是乐得合不拢嘴，一连几天在家门口摆酒席庆祝。我就说小兰是个有福气的好姑娘，这孩子一出生就这么健康漂亮，将来一定大有出息。公公骄傲地向前来祝贺的亲友们介绍他的大孙子。小兰虽然不能说话，但脸上的幸福笑容胜过千言万语。她看着怀中的婴儿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。产后3个月，小兰的身体完全恢复，医生认为可以进行手术了。手术前一晚，全家人都陪在她身边，给她鼓励和支持。小兰，不管手术结果如何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妻子，是我孩子最好的母亲。阿明握着她的手，真诚地说，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但真正的挑战是术后的恢复和训练。小兰需要一点点重新学习如何听，如何说话，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。公公主动承担起了辅导小兰的重任。他曾经教过特殊学校的孩子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每天早晚，他都会陪着小兰做听力练习和发音训练。小兰，来，跟着我念爸妈公婆。公公耐心地示范，并鼓励小兰一遍又一遍地尝试。起初，小兰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，但她从不气馁。日复一日，在全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，她的听力和发音都有了明显的进步。3个月后，小兰已经能听到较大的声音，并能说出简单的词语了。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啼哭声，第一次叫出丈夫的名字，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全家人激动不已。阿明。小兰用略带生硬但清晰的声音呼唤丈夫的名字，阿明激动地将她紧紧抱在怀里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阿明激动地说不出其他话来。半年后，小兰的听力恢复了大部分，说话也越来越流利了。虽然她的发音还有些不标准，但已经能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了。这个变化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我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们，我有多爱这个家，多爱你们每一个人。小兰在一次家庭聚餐上动情地说，谢谢你们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全家人都被她的话感动了，尤其是公公，老泪纵横。他知道，是他当初的那个举动，挽留了这个特别的儿媳，也为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幸福。随着交流障碍的消除，小兰和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。他开始帮助阿明打理工厂的事务，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，很快就成为工厂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工厂的经营状况越来越好，收入也翻了一番。没想到我老公娶了个这么有能力的媳妇，婆婆逢人就夸小兰，与当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。小兰也开始积极融入台湾社会，她参加了社区的各种活动，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。他经常和这些朋友分享大陆的风土人情，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台湾的文化特色。台湾和大陆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同时也各有特色。小兰常常这样感叹，就像一家人，虽然各有性格，但血脉相连。3年后，小兰的第2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可爱的女儿。这次，她能亲耳听到女儿的啼哭声，能亲口唤醒熟睡的婴儿。这些普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，对他来说却是无比珍贵的幸福体验。能听到孩子的笑声，能和他们交流，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小兰抱着女儿，眼中满是母爱的光芒。公公如今已经年近70，但身体硬朗，精神矍铄。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2个重孙子女在院子里玩耍，教他们念古诗、讲故事。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就是有你这个好媳妇。公公常常拉着小兰的手感慨，要不是你当初没走，我们家哪会有今天这么多欢声笑语啊。小兰微笑着看着这个慈祥的老人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是他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给了他理解和支持，是他用一个简单而温暖的举动挽留了他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公公，谢谢您当初对我的信任和包容。
如果没有您，我可能已经回到大陆，永远失去了这个温暖的家。小兰真诚地说。公公摆摆手，笑着说，傻孩子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你是阿明的妻子，是我的儿媳，永远都是我们家的一份子。5年过去了，小兰的父母再次来台探望女儿。当他们看到女儿能说会听，还生了2个健康可爱的孩子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时，激动得老泪纵横。闺女，你这是命好啊，嫁到台湾不但没吃苦，反而变得更好了。母亲拉着小兰的手，眼中满是欣慰。小兰笑着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，说，妈，我很幸运，遇到了一个好公公，一个好丈夫，还有一个接纳我的好家庭。父亲看着女婿一家，感慨地说，阿明啊，谢谢你们全家人对我女儿的照顾，虽然我们分隔两岸，但心是连在一起的。阿明郑重地向岳父保证，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兰，让她在台湾生活的幸福快乐。听着父亲和丈夫的对话，小兰的眼眶湿润了。她深深感受到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家人的爱和关怀是相通的。两岸虽有差异，但人心是相连的。这次团聚，公公特意安排全家人一起环岛旅行，让小兰的父母全面了解台湾的风土人情，从北部的台北市到南部的垦丁，从东部的花莲到西部的嘉义，一路上景色优美，美食丰富，让小兰的父母大开眼界。台湾真美啊，难怪我闺女不愿意回来了。母亲看着窗外的风景，感叹道，是啊，台湾虽小，但处处有景，人也热情。父亲附和道。旅途中，公公和小兰的父亲相谈甚欢，虽然一个说台湾腔，一个说江西话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交流。2位老人聊起了年轻时的经历，聊起了两岸的变化，聊起了对未来的期望。老哥啊，我们虽然分隔多年，但根是一样的。公公真诚地对小兰的父亲说，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和平统一，那时候咱们走动就更方便了。小兰的父亲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同样的期望。旅行结束后，临别之际，小兰的父母依依不舍。母亲抱着小兰，叮嘱道，闺女，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，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。小兰点点头，眼中含泪，妈，您和爸也要保重身体，等孩子大一点，我一定带他们回去看看我的家乡。送走父母后，小兰站在港口，望着远去的船只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想起了当初刚嫁到台湾时的彷徨和无助，想起了准备离开时的决绝和委屈，也想起了公公那个改变她命运的挽留举动。在想什么呢？阿明走过来，轻轻搂住她的肩膀。小兰靠在丈夫肩上，轻声说，我在想，人生真奇妙，当初因为一个误会，差点失去了这么多美好，幸好公公及时挽留了我。阿明点点头，深情地说，是啊，我真的要谢谢爸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已经失去了你，失去了这么多幸福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，映照出幸福的剪影。小兰知道，她的人生有过坎坷，有过磨难，但最终在爱的力量下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港湾。而这一切的转折点，就是公公那个温暖的举动。当他含泪收拾行李，准备离开时，公公没有斥责他，没有阻止他，而是用他懂的语言与他交流，用理解和包容打开了他的心扉。爱和理解是跨越一切障碍的桥梁。小兰在心中默默感慨，牵着丈夫的手，迎着夕阳，走向他们幸福的家。回到家中，公公正在院子里教孙子念三字经，看到小兰和阿明回来，笑着招手，回来了，孩子想你们了。小兰蹲下身，张开双臂迎接扑过来的儿子。孩子稚嫩的声音喊着妈妈，这简单的2个字，却是他曾经最奢望也最幸福的声音。是啊，我们回家了。小兰微笑着回答，眼中满是对这个家、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。这就是小兰的故事，一个从大陆嫁到台湾的聋哑姑娘，因为公公的一个温暖举动而留下来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是两岸婚姻还是普通婚姻，理解和包容都是维系感情的基石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简单的举动，一个温暖的眼神，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挽救一段濒临破裂的婚姻。希望天下所有的婚姻都能像小兰一样，历经波折，但终得圆满。也希望两岸的人民能像小兰和阿明一家那样，用爱和理解架起沟通的桥梁。
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